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呢，和大家说一下雨夜屠夫案。这个案子被评为香港第一大案，罪犯呢叫林国云，27岁，连环杀手，夜班出租车司机，爱好摄影，人称雨夜屠夫。每次作案的时候都在下暴雨的夜晚，将落单的年轻女孩拉到家里，将其杀害，然后解剖。肢解尸体之后呢，还会取出死者的生殖器官，做成标本。这个过程呢，还会用录像机给录下来，并拍大量的照片留念。1982年8月18日，香港湾仔区的一家照相馆店员正在替客人冲洗一组照片，惊讶地发现呢，这些照片竟然全部都是恐怖的肢解尸体的照片。受害者是一名看上去很年轻的女性，店员吓坏了，赶紧报警。警方在看到了这组照片之后认为此事非同寻常，于是让法医对这组照片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法医根据照片上的人体色泽以及血液颜色推断出，这些照片呢是在受害者死亡3小时之内拍摄的。而且呢，从伤口痕迹来看，凶手没有任何的医学解剖常识，所以呢，首先可以排除这些照片是教学照片的可能性。另外，技术人员也证实了这组照片呢绝非翻拍的作品，而是直接对着受害者拍摄的一手照片。所以调查出这组照片的来源就非常关键了。同时呢，另一个突破点就是要搞清楚照片上的死者这个受害者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些照片几乎全部都是某些部位的局部特写，没有一张是受害者完整的面部的照片。不过很快，调查人员就从其中的一张照片里一颗小水珠找到了线索。他们在放大了这个小水珠之后可以清晰的看到光线折射在小水珠的表面，形成了一张少女的半张面孔。这位少女正是1个多月之前刚刚失踪的17岁的少女梁慧欣。于是警方立刻对照相馆的人员进行了盘问，得知这组照片来自一个叫做林国云的27岁的出租车司机。林国云非常痴迷摄影，加入了一个摄影班，在这个摄影班里认识了一个姓张的人，这个人是尖沙咀的一家照相馆的员工。林国云对那名张姓员工说，我在太平间里兼职当摄影师，专门帮那些工作人员拍摄解剖尸体的照片，所以呢，我会有一些尺度比较大的照片，需要你帮我来冲洗。张员工呢相信了林国云的话，于是先后帮林国云冲洗了4次照片，每次都是张员工亲自清洗，毕竟这些照片实在是太血腥了，也不好请其他同事来帮忙，不然还得解释。直到1982年8月10日这天，林国云第5次请张员工帮忙冲洗照片，张员工呢也答应了。恰好这个店的放大机出现了故障，于是张员工就将这组底片交给了旺角分店的照相馆来放大。由于放大照片整个过程呢都需要人手工去操作，分店的这个店员发现了照片中的异常，然后这才报了警。1982年8月17日早上，警察假扮店员、顾客以及小贩四周监视，到下午6点，林国云来取照片，被警方逮捕。一开始林国云表示这个照片不是他的，是一名东方日报的工作的一个饲养佬叫他来取的。经过警方的调查呢，东方日报压根就没有这个人。随后警方搜查了林国云的出租车，在车上呢找到了手铐和电线等证物。前排座位前面还有2个破洞，应该是其中的一名死者挣扎的时候用高跟鞋大力踩踏前排造成的这个破洞。警方便立刻前往林国云的住处进行搜查，一查才知道面对的是一个凶残的变态杀人犯。林国云与父亲、弟弟和妹妹住在2楼的一间小公寓里面。林国云的房间正对着门口，尤为狭小，整个房间只有5到6平米。房内堆积的杂物比较多，并且有着数量极大而且价格昂贵的摄影设备。警方在房间的其中一个柜子里面找出了令在场警员都大为震惊的东西，他们发现大量的人体器官和标本，包括4对乳房和生殖器官等等，它们都被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而且用药水浸泡着。警方在床底也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铁箱，铁箱子里面装着一些女性的衣物和高跟鞋，还有手术刀、剪刀等手术设备，发现了大量的色情照片和人体解剖书籍，以及大量女性身体部位的照片。警方在铁箱中呢还发现了40多盒录影带，其中3盒录影带带有专属的名字，分别叫做《严肃的秘密》、《雨夜行动》、《第4次行动》。
警方将收获的部分照片给受害者的家属辨认，证实了4名受害者的身份。警方认为，仅凭林国云不可能做出那么重大的案子，毕竟林国云一大家子都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地方还小，特别是弟弟林国强和林国云住在一个屋子里面，有很大的犯罪嫌疑。于是也同时逮捕了父亲林伟乐和弟弟林国强，并且调查了林国云的成长过程。林国云原名林国玉，父亲林伟乐共有3名妻子，10名子女。林国云是长子按说长子应该是得到父亲的重视，但是呢，恰恰相反，他从小就和父亲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由于他的性格比较内向，脾气古怪，在所有的孩子当中，父亲最讨厌的就是他，对他非打即骂，还曾经把他赶出过家门。不幸的童年导致了林国云的性格变得更加的诡异，全家没有一个喜欢他的。在林国云成年之后，跟家人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的疏离。1978年，也就是18岁那一年，曾经用刀挟持了一位女性到公厕里面对她进行侵犯，最后被捕。但当时精神科的医生鉴定林国云的精神方面有问题，所以林国云被送到青山精神病院接受了102天的治疗。治疗结束之后，林国云被批准出院。然而呢，他的精神病并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变本加厉，他甚至开始偷窥自己妹妹洗澡。林国云的生母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直接就把他赶出了家门。当时他的生母已经和父亲离婚了，所以林国云搬到了父亲那里，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林国强住在了同一个卧室里。2人睡双人床，弟弟睡上铺，林国云睡下铺。弟弟林国强也不喜欢这个哥哥，2个人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交流，而且2个人也说好了，各自的东西各自保管，彼此互不干预，绝不触碰。1978年，林国云考到了出租车驾照，正式的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2年后转岗当了夜班司机，从此林国云就过上了昼伏夜出的日子，而其他家人全都是白班，尤其是弟弟，他早出晚归，和林国云的晚出早归正好完美的错开了。这就导致了他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彼此之间经常半个月都见不到1次面。这期间，林国云突然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摄影协会。因为林国云一直上夜班，经常接触到一些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这些人经常半夜穿着暴露，而且大都醉醺醺的。在一次林国云上夜班的时候，一位陪酒女成为了他的目标。第一个受害者叫陈凤兰，22岁，夜总会小姐。82年2月3日，在夜总会上班的陈凤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乘坐林国云驾驶的出租车回家。当时陈凤兰处于醉酒状态，一路上她神志不清地指挥着林国云往左拐又往右拐，令其十分厌烦。紧接着他又呕吐在了林国云的车上，这令其感到更加的厌恶和不被尊重。于是林国云在将陈凤兰送到了目的地之后，并没有放陈凤兰下车，而是继续开车将陈凤兰带到自己的住所楼下，然后林国云上楼取了条电线下来，在车里将陈凤兰勒死了，并将尸体带回家里藏在客厅沙发底下。第二天等全家人都出门上班后，林国云将尸体身上的衣服脱光，为尸体拍照，然后从陈凤兰的钱包里取了500块钱，到街上买了一个电锯，回来之后将陈凤兰的尸体肢解成了7块。这个过程收录在林国云的录影带《严肃的秘密》里。陈凤兰的生殖器也被割下来，单独的放在一个玻璃瓶里，用米酒防腐收藏。其余的部分上夜班的时候，将肢体抛弃在火炭一处山坡草丛之中。第二个受害者叫陈云杰，31岁，是一名收银员。陈云杰于5月29日凌晨5点20分下班，大雨当中乘坐林国云的出租车回家。林国云在途中停车，拿刀恐吓陈云杰，再用手铐铐住他，最后用电线勒死了受害者。这次林国云用外科手术刀进行肢解，并且将死者的一对乳房和整个生殖器官完整的割下来进行防腐处理。尸体的其余部分呢，用报纸包好，放入麻袋内。上夜班的时候抛尸于大坑道山坡。肢解的过程被收录于《严肃的秘密》的录影带里。
第3个受害者叫梁秀云，29岁，夜总会小姐。82年6月17日凌晨4点，梁秀云下班之后乘坐林过云的出租车，不久遇害。林过云将尸体带回家中拍照、录像、肢解。这次录影带名字叫做《雨夜的行动》。林过云为了方便工作，将摄像机放在支架上，采用了自拍的功能，拍下他的行动。由于无需操作摄像机，林过云的这次肢解工作比前2次要更加的仔细。更变态的是，他将死者的腹部抛开之后，掏出肠子，而且用舌头舔了一口。1982年7月2日，林过云开始实施他的第4次作案。第4个受害者叫梁慧欣，17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她就是开头我们说的那个照片上的女子。那天她在喜来登酒店参加谢师宴，宴会结束之后，晚上11点，在酒店门口搭乘了林过云的出租车，准备回家。从那以后便失踪了。根据林过云后来的供述，他对梁慧欣的情感和前面3名女性完全不同。他在杀害第1名受害者的时候完全没有犯罪感，只是被一种愤怒驱使。因为第1名受害者是妓女，他觉得妓女本来就该死，杀死他们呢等于替天行道。后来杀死第2名和第3名受害者的时候，他完全就上瘾了。直到最后他杀害了第4名受害者，也就是梁慧欣的时候，他开始感觉厌倦了。他说梁慧欣是和他相处最久的受害者。梁慧欣在上了他的出租车之后，他先是逼迫梁慧欣戴上手铐，然后和梁慧欣在出租车里交谈了很久。他们讨论了关于学校、家庭、宗教、前途等非常深刻的话题，林过云称之为灵魂对话。但显然梁慧欣呢，只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想要先稳住林过云才和他聊天的。梁慧欣呢，可能想走入林过云的内心，感化他，从而获得一线生机。然而他的努力呢，并没有让林过云对他心软。林过云还是用电线将其勒死，然后把尸体带回家里，用同样的手法处置。过程被收录在第4次行动的录影带里面。林过云称梁慧欣特别的单纯，从里到外都很单纯，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杀他。当被问到梁慧欣的时候，林过云曾经数次流泪。以上便是林过云实施的4次犯罪。案发后，林过云、弟弟林国强以及父亲林伟乐3个人都被逮捕。由于林过云拒不合作，警方安排父子3人开家庭会议。父亲林伟乐就对林过云说，你弟弟就快要结婚了，如果这些事情是你做的，就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牵连家人。弟弟林国强也破天荒的以哥哥的称呼来劝说林过云。林过云的生母呢，也来到了警察局劝说儿子说出真相。林过云最后承认了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与其家人无关，并协助警方找到了死者的残肢。虽然警方仍然坚信弟弟林国强曾参与犯罪，并起诉了2兄弟4项谋杀罪。由于证据不足，林过云也承认是自己一个人做的。最终呢，父亲和弟弟无罪释放。对于林过云的审判则相对要复杂一些，因为从法律的流程上来讲，得首先考虑林过云是否患有精神疾病。5位精神科医生为林过云做出了深入的评估之后有3位医生认为他的神志清醒，并无精神障碍，但对女性有着不同寻常的癖好。他作案只是为了满足不正常的生理需求，而且呢，他的智商高达130，有故意说谎误导专家的嫌疑。另外的2名医生呢，就认为他精神不健全，没有自我控制能力。如果法院判定林过云无精神障碍，那么他的谋杀罪就成立了。反之，如果法院判定林过云有精神障碍，那么林过云只能被判为误杀罪。这2个罪名是相差很大的。最后呢，这个法院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一致认为林过云精神正常，谋杀罪成立。1983年4月8日判处他死刑。但香港从1966年开始就已经停止执行死刑了，所以最终还是赦免了林过云的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林过云属于甲类罪犯，他在狱中独自行动，不主动与别人交谈，同时呢，也拒绝对别人谈及往事。据
据说有囚犯还见过林国云在监狱当中解剖蟑螂，然后将其杰作放在火柴盒里面收藏。林国云在监狱里经常阅读报纸、医学书籍以及宗教书籍。至今，林国云在监狱里已经生活了41年，到现在已经是67岁了。有一些教会的义工会到监狱里面探望他，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家人来探望他。因为怕有人将录像带和这个照片贩卖给传媒，林国云拍下的录像带和照片在案件结束之后都被全部销毁。部分受害者器官现保存在湾仔法医总部作为实物教材。这宗案子呢，也促成了香港齿科法医小组的成立。这个案子被称为香港10大奇案之首香港第一奇案，也被改编成了好多的影视作品和电视剧作品。如果您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可以评论区里留言。我是海岩，我会继续更新更多的真实案件，希望您可以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